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做了一个可以随意转动、旋转飞赴而烛火不灭的灯笼。这就是1000年前宋代的黑科技——滚灯。做滚灯需要找生长了3年以上、竹节粗长的竹子，这样剖出来的竹片更加笔直有韧性。要把竹片削成厚薄均匀，这样才能做出完美的圆圈。做一个滚灯需要3种不同尺寸的竹圈，都按尺寸在纸上画出来。每一个做好后都放上去比一下，就能保证每一个竹圈都又圆又标准了。刚做出来的竹圈并不圆，不过没关系，用手给它顺一顺，竹条的各个部分都受力均匀了，竹子的弹性就会把自己撑得圆圆的，非常的标准。把另外2个尺寸的也做出来，其中大圈3个，中圈7个，小圈9个。锯一段小竹筒，用竹片穿过，烛火烧弯就做成了烛台。滚灯的原理很像现在的陀螺仪，怎么翻滚，蜡烛始终朝着上面，所以也就不会熄灭。古人能把灯笼这样的小玩意都做得如此巧妙，肯定还设计过更多精巧精妙的机括。会不会古代小说志异里写的那些奇门遁甲都是真的？3个大圈构成大圆的骨架，6个中圈，前后左右上下各1个，最后上下半圈各扎4个小圈。扎好后不但非常的坚固，小圈还在大圈的表面自然组成了很漂亮的花纹。这样一个基础的滚灯骨架就做好了。从桌子上掉下去，滚了一路，烛火依然亮着。现在用丝圈给它蒙上一层皮，让它漂亮一点。最后我还参照古画的样式，在做好的滚灯外面再加一个更大的圆，双层外圈会在转动的时候更稳定，也更美观。滚灯在古代不但是一个有意思的小玩意儿，还衍生了驱魔祈福的滚灯舞。我在想，如果用可以发光的滚灯代替舞龙的龙珠，不但会让龙珠在晚上更加显眼，还会让龙珠更加灵动。这样的滚灯舞也许更有仪式感。我决定带上滚灯，找舞蹈老师帮我编一个火龙戏珠的滚灯舞。理想同学，嗨，打开座椅按摩。之前买家用车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了理想 R7，它的后排空间特别大，右侧还有皇后座和后排娱乐屏，可以躺着休息看剧。后来我还找了舞龙的大哥过来跟我一起排练，龙头跟龙多得配合默契才行。不得而知宋代的滚灯舞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即便是1000年前的种子，现在依然可以开花。